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雨24岁，来自黑龙江，自由职业；女嘉宾小思22岁，来自吉林，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女生是觉得她只考虑自己，所以你来了是吗？嗯，对。啊，不考虑你的感受是吗？对对。你们俩谈恋爱多久？1年多了。刚才在小片里听到说，他跟女生不知道怎么保持距离，是你说的是吧？对对对。啊，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？他就是经常和一些女的搞暧昧，然后也不懂得跟他们保持一点距离。之前他总是跟一些他的朋友一起玩网络直播嘛，他们在一起拍段子，然后就有一些女的总是去私信他，然后还加他微信聊天，他有的时候甚至一起出去约饭。我真的是很不能接受，因为就是女粉丝而已，你跟他们出去吃饭算是怎么回事啊？当时也不是只有女粉丝，我跟男的也一起吃过饭啊，而且就吃个饭，我觉得没有什么。难道你不知道你现在都已经有女朋友了吗？有女朋友我就不能再交新的朋友了吗？而且就吃个饭而已，就是你看我平时拍段子，跟他们一起吃饭交流的时候，也知道哪里拍的不好。况且就吃个饭，就算交个朋友，多个朋友多条路嘛。男生是这个自由职业，其实是做什么呢？哦，我就是平时没事的时候，就是玩玩直播什么的，然后后来自己开酒吧，在大学旁边。你是酒吧老板？嗯，是合伙人。对对。然后平常会玩直播，拍一些段子，是吧？对。那就是属于那个网络活跃分子是吧？应该这么叫是吧？啊，这个行，就是除了这些约饭之外，还有更进一步的举动吗？还是就仅限于约饭？反正我每一次找他理论这些事儿，他都是以这些交朋友为借口过来搪塞我。记得有一次我们去 KTV 吧，我们大家就是叫着各自的朋友一起去玩，等到朋友都到齐的时候，我都发现他跟一个他自己叫过来那个女孩，他俩走得特别近，有说有笑的，甚至还一起手拉手唱起了情歌。当时咱们那个朋友大家都在那儿，你说我也在这儿，你跟他在一起手牵手唱情歌，算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就没有手牵手唱情歌，当时就只是不是故意的，就碰了一下，而且就是大家一起玩嘛，只是图个乐呵而已，然后就一起唱个歌，我觉得没有什么。而且当时咱们没有谈恋爱的时候，我之前不也那样对你，那个时候你也没说什么。那以前是以前你对我好的时候，我是觉得你对我有好感，想要跟我有进一步的发展。而且以前你那个时候是单身，那你现在你都已经有我了，你不懂得和别的女孩保持一点距离吗？那有你了，我也不能说有了女朋友，然后我就放弃我自己的朋友圈了。我不能说有了女朋友，然后别的朋友我就不管了，从此以后也不跟他们交往了。就正常的交往，我觉得没有什么。我没说不让你有你自己的朋友圈啊。就是我们这2次就是吵架之后嘛，他就是主动约我出去，那我当时还挺开心的。我说可能是他觉得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想要找我缓和一下关系，然后我当时就答应了。然后就是我们2个人吃饭的时候，他的手机就响了，就有个女孩跟他打电话，他就一边吃饭一边跟那个女孩聊了起来。然后我当时我就问我说这女孩是谁呀？你跟她聊得这么嗨，你就不能先吃饭吗？一会儿再打。然后他只说就是他一个朋友，丝毫都没有要挂断的意思，然后就又跑去旁边，我也不知道当时是聊什么。就没聊什么，那就一朋友，她一个小姑娘自己在外地工作，然后就有点难事了，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就安慰她一下而已。而且我去旁边打的电话，还是我也没有不让你吃饭，也没影响你吃饭啊。哎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顿饭应该是道歉饭，是吧？或者叫和解饭，是吧？就你自己的难还没处理好呢，你先帮别人处理，是吧？那普通朋友就普通朋友呗。那你为什么让他背着我聊天？有什么不能让我知道的吗？不是背着你聊天，当时你不就一直在旁边就催我说不要打电话了，然后一直在那吵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正常通话。反正我觉得他这一切都是借口，这一切原因都是因为他太自我了。他在日常生活里对你好吗？对我也挺好的。也挺好的。那你指的自我是指什么呢？就是比如说他就打游戏吧，有一次他就是经常跟朋友在一起组队打游戏，
玩到尽兴的时候，总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，特别吵，特别闹。然后正赶上那次我转天就要考试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要不然今天就先别打了吧。然后他非但没答应我，还就是跟朋友准时准点的玩了起来。当时声音真的特别吵，特别闹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睡觉，第二天都提不起精神来去考试。你说你当时你就停一天就不行吗？游戏能要饭吃吗？少打一次不行吗？最主要的是我没有影响你睡觉，我在客厅玩我的，然后你在卧室睡你的觉。我觉得门一关根本就没有声音啊，怎么就能影响你睡觉？而且你也不能剥夺我的爱好吧？你当时戴着耳塞让他打游戏，你当然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有多大了。况且我也没说是剥夺你的兴趣爱好呀。那你平时组队打游戏跟他们一起打，我也没拦着你，不是？他还喜欢什么呀？除了游戏之外，他还喜欢看球赛。哦，我那天因为要考试，而且就平常你不会管，只是因为你要考试。平常我不管。哦，那他看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吗？看球，就是有一次我们去旅游。我们2个人都喜欢去旅游，我刚好有一个朋友，他就是做旅游这块的，然后他就给我们弄了一个那种情侣的套餐，我就跟他说，没想到当时就回绝了我，说什么跟他的朋友去看一场球赛，我难道还没有一场球赛重要吗？不是说你没有球赛重要，那当时我也没说不让你去，你可以跟你闺蜜、跟你朋友去啊。你去旅游，然后我看球赛，大家不都玩的挺好的吗？那我订是情侣套餐，那我跟我闺蜜一起去算是怎么回事？我是跟你谈恋爱还是跟我闺蜜谈恋爱呀？问题是那场球赛它就只有那一场，就错过了就再看不到了。好，而且咱们以后的时间长着呢，就可以慢慢的以后什么时候去玩都可以啊。所以女生，我特想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就从你现在来看，是你重要还是球赛重要啊？我觉得当然是我重要了。啊？那就是后来他跟你去旅行去了？没有。他去看球赛了。那你说球赛重要还是你重要啊？那球赛重要。啊，那就完了嘛。你要跟球赛和游戏争宠，那你要争宠的对象太多了，累不累？累，但是还要坚持是吧？有没有想过离开他呀？有想过。那你跟他试着分手过吗？有一次就是要分手了，就是我在学校参加一个活动。然后很晚了才回家。然后下公交车之后，我就发现我们家旁边这附近那个地方正在施工，当时就是挺黑的，我就想打电话叫他过来接我一下。没想到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他说他正在和一个朋友喝酒，让我自己先回去，别去烦他。然后我没有办法了，只能自己就摸黑走回去。那个地方路又不平，我一不小心就把脚给扭伤了。我当时真的特别的委屈，又挺无助的。你说你当时去干什么了？就这么丢下我不管？我当时也跟你说了，就是一朋友，关键我们好久没见了，他特意从外地赶过来，然后跟我就吃个饭聊聊天，第二天就要走了，我也不能说把他自己扔在那儿，然后我走吧。那个时候我是自己一个人在那走夜路，你难道就不怕我会有危险吗？我在那住那么长时间，我觉得那治安一直都挺好的，也没出过什么事儿。而且那天晚上你把脚崴了，我感觉就应该是你自己不小心的。晚上现在我就觉得，你当时分手了吗？对啊，自从那次之后，我就觉得我好像就是他生活中一个调剂品。然后我就想着，要不然咱们就先分手吧，就是2个人好好冷静一下。分了，就再好好想想。但是就那段时间，我不是脚又扭伤了吗？然后他又挺细心照顾我的，然后我又挺感动的。我又想起来他以前又对我那么好，然后我就想着他可能以后会改的。然后我就原谅了他。没想到事情根本就不是我想的那样。他就是世界里根本就没有我，就让我生病了住院了，他都不去照顾我，去看我一眼。就是有一次我得急性肠炎了，就是上吐下泻的，没有办法了，只能去住院治疗。我当时自己一个女孩在外地读书，身边又没有什么亲人，我肯定希望他是做男朋友的去医院看看我，陪陪我。但是他总说就是以他工作忙为借口，然后从来都不过来医院来看我。你住了几天院啊？住了大概有5天。他一天都没去吗？我去一次都没去吗？去了，我也不是说没去，我肯定抽出时间也去过呀。去过几回啊？去过2、3次啊。你是去了，每次去都是匆匆忙忙的看了我一眼就走了。你当时工作真的就有那么忙吗？
那个时候不就刚开始创业嘛，肯定很多事都要我亲自去做，如果我不做的话，别人没有办法弄。而且当时我为什么那么努力，我不也是为了我们以后能有好的生活，肯定也是为了我们以后着想。那我不工作，以后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呀？哎，现在算以后了吗？现在跟那会儿比算以后了吗？啊，算。那你也没跟他吃什么喝什么呀？不都跟你的小粉丝在一起吃吃喝喝吗？没有，那是之前，现在不怎么玩直播了呀。哦，那现在呢？你今天为什么来呀？他就是现在就根本就不在乎我。嗯，那你要来干嘛？但是他以前就是对我挺好的。对，那你要来干嘛？我要来就是想让他改一改。啊，让他在乎你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哎呀，还对，求在乎的啊！怎么让这男生在乎他呢？3位来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来，严老师啊，看看严老师有什么好招啊？求在乎，在乎是由于内心有感受才会去在乎。我觉得先说你们刚才陈述的这些事情啊，你说我就没有游戏重要吗？我没有球赛重要吗？如果一个女孩子在爱情当中把自己非要放在什么游戏啊，或者是比赛的这个层面上去相比较，那你还就真不如游戏了。不要把别人的爱好把自己的重要性放在一块儿去比，重要的是你后面说的那件事儿。当你天黑路看不清，需要有人来帮助你的时候，他的回应，他来了一句说你别烦我，这个就是真的不在乎。你再由此往过推，他还真不是迷恋游戏就要看那场球赛，他就是觉得你没有那些东西重要。到今天看来，他对你也没有更多的眷恋。在你不断的在抱怨的投诉的时候，我看他的表情始终是看向地面，或者是东看西看，他其实内心也很烦。小伙子，如果你不喜欢人家，你就不要拖着。没有，我平时的时候一直都对他挺好的，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也都去接他，然后就只是每次都是赶到我有事的时候，然后他也有事。对啊，怎么就那么巧啊？其实你看看他跟你在一起相处这1年多，你觉得他是变美了，还是变得不如以前好看了？你如果能够给自己的女朋友带来快乐，相由心生，她会越变越美。我相信你心里应该知道，这个女孩子在和你交往的这段时间当中越来越枯萎，那是因为你的爱没有滋养她，没有浇灌她。如果不爱，就请放手，给她自由，给她去寻找属于她的爱情。谢谢。觉得男朋友挺帅的吧？嗯。你也是蛮欣赏他这个外表的吧？嗯。你也知道跟你有相同心思的女生也不在少数吧？嗯，对。为什么一上场你直接给他先定一个框子？他很自我，他根本就不在乎，然后再用一些突发性的事情来做佐证，好像每一次你都有所把事实放大。你住院，你说他一次都没有去，事实呢？去过几次，无数次都是你在强调，说你一定要关注我，反映了你什么心理呢？是不是有一些不够自信？是不是生怕他的心思会转移，他不会在乎你？有没有这样的心思？你想一想，你列举的种种的事情，我觉得如果在你心态是平和、是端正、是公平的时候，可能它不会出现问题。就比如说旅游和球赛冲突了，球赛就是1天嘛，我为什么不能错1天？一定是你较劲了。好，球赛和我谁重要？你一定要做一个你在乎谁这个比较。多想想自己，把自己的心态摆平了，问题有的时候是自己制造的，而制造问题的根源在于自己，而不在于他人，是这样。不求而得，往往求而不得。有些东西是求不来的，比如说求在乎、求欣赏、求关爱。当一个女人开始求的时候，她本身已经不可爱了。你认为呢？你在乎自己吗？在乎。你在乎，我看你不太在乎自己。你只在乎他是否在乎你。我告诉你，要让一个人在乎自己，有一种非常好的办法，就是让他尝尝不被在乎的滋味儿。
为什么有很多男生，有很多女生追求，他偏偏却要找那个不搭理自己的女生？因为那个女生不在乎他。所以一个女人如果想要别人在乎自己，一定要告诉这个男人，不管你在乎或者不在乎我，我都活得一样精彩。包括现在有一些家庭主妇不挣钱的，她总觉得丈夫扔几个钱在家里面，就算是履行了丈夫的义务。她还想求得关爱，但是没有用，因为很多人会认为付出与物质的富足是相等的。所以如果一个女人能够让她的丈夫知道，其实你扔钱或者不扔钱，我都不在乎，我在乎的是这个家庭，那么这个男人会对这个女人有钦佩感，有尊重。你都在求了，你说他看得上你吗？即便你求得了，那也只是一份怜悯吧。行，打发你点吧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你现在这样满脸的愁容和怨气的样子，就是在低着头求在乎，你已经不可爱了。你没有尝试过不被在乎的滋味吧？长得也还不错，周围也身边有些小迷妹，对吧？你当然不在乎了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总有一天你也有会被冷落的时候，总有一天你也会对着对方说你太自我了的时候，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他的滋味了。但我对你要求不高，就是待会儿60秒的时候，你只要说句实话就可以了。你自己心里在乎什么，你自己很清楚，你有多爱他你也清楚，这没有什么说不出口的。别求了啊，求不来的，就这。谈恋爱不能谈的没自己了，姑娘把自己丢了就不可爱了呗。哎呀，都面对一下，爱还是不爱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有的时候只是想骗自己。我看你们俩活得都不快乐，何必呢？好了，下面的时间留给觉得你现在真的是太自我了，你这种自我已经没有办法让我接受。你总是和一个女孩没有保持适当的关系，而且从来都不为我们之间的交往做出任何的让步，也从来不跟我妥协。我现在真的是要好好想一想。我觉得咱们之间很多事儿真的没有这么严重。我觉得我有些事情还是可以为你改变的，我还是挺喜欢我的，我觉得希望我们还能继续下去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，看他们的选择，请。I love you， 真爱的传说。I love you， 真正的梦。我们的浪漫，各位请见证。在爱里等着你。